在这个充满噪音、通知声和无尽焦虑的现代世界里，我们每个人都在渴望一种稀缺的资源，那就是内心的彻底宁静。你是否曾经在深夜醒来，看着天花板，希望大脑中那个喋喋不休的声音能够立刻闭嘴？我们被告知，学习哲学，特别是斯多葛主义，是一剂能够瞬间消除痛苦的止痛药。庞福只要读了几句马可·奥勒留的名言，我们就能像一块石头一样，对外界的混乱无动于衷，达到一种名为心之宁静的境界。然而，这种对平静的疯狂追求，往往正是导致我们陷入更深层次痛苦的根源。因为我们误解了目标的本质，我们错误地以为斯多葛哲学的目标是让我们变成没有感情的机器人，是对世间万物都不再关心的冷血观察者。我们试图压抑愤怒，隐藏悲伤，假装恐惧不存在，并将这种情感的麻木称为修养。这种做法不仅是危险的，更是对斯多葛学派最大的侮辱。当你试图强行让波涛汹涌的大海平静下来时，你只会被海浪吞噬。同样的，当你试图通过压抑人性来获得宁静时，你得到的不是哲学家的智慧，而是一种心灵的坏死。这不是活人的宁静，而是目的的死寂。这绝不是斯多葛哲学家们用一生去修炼的境界。想象一下，一个士兵在战场上炮火连天，但他却选择闭上眼睛，塞住耳朵，假装自己在花园里散步。这确实是一种宁静，但这是一种毁灭性的逃避。真正的斯多葛主义者不是那个躲在防空洞里瑟瑟发抖祈祷和平的人，而是那个在混乱中依然能保持清醒，能够准确判断局势并采取行动的战士。我们追求的心之宁静，如果不经过正确的理解，就会变成伊壁鸠鲁学派那种单纯追求快乐和避免痛苦的享乐主义变体。这与斯多葛学派强调的责任、美德和面对命运的勇气背道而驰。为什么你越是想要放松，越是想要看开，你的焦虑反而越严重？因为你的潜意识知道你在撒谎，你知道问题并没有解决，你只是在麻醉自己。斯多葛哲学中的宁静，并不是逃避现实后的副作用，而是我们直面现实、履行职责，并与自然意志协调一致后所获得的奖赏。它是副产品，而不是目标本身。当你把获得平静当作人生的最高目标时，任何打破你平静的小事，一个粗鲁的司机，一杯洒出的咖啡，一句批评，都会变成巨大的灾难，因为他们破坏了你那脆弱的目标。塞内卡曾经警告过我们，不要把懒惰误认为是宁静，也不要把麻木误认为是勇气。在古代罗马的权力斗争、流放和政治动荡中，塞内卡和马可·奥勒留并没有时间去享受现代人想象中的那种岁月静好。他们的生活充满了背叛、战争和瘟疫。如果斯多葛主义只是教人如何放松，它早就消失在历史的尘埃中了。它之所以流传千年，是因为它教导我们如何在风暴中心建立一个不可动摇的堡垒，而不是教我们如何假装风暴不存在。这是一种积极的、动态的、充满力量的状态，而非被动的接受。我们必须区分两种截然不同的状态，一种是伊壁鸠鲁式的心之宁静，他追求的是不受干扰、远离尘世的隐居生活；另一种是斯多葛式的不动心。这并不是指没有感情，而是指不被错误的激情所奴役。这两者在表面上看起来很像，都是平静，但在本质上却有天壤之别。一个是通过减少与世界的接触来获得安宁，另一个则是通过增强自己应对世界的能力来获得自由。你是想做一个因为害怕受伤而躲在温室里的花朵，还是想做一棵在狂风中依然挺立的橡树？很多人在接触斯多葛主义初期都会陷入压抑陷阱。当愤怒升起时，他们告诉自己斯多葛主义者不应该生气，然后强行把火焰下去。这就像是用纸包住火，最终只会烧得更旺。真正的修炼不是在情绪爆发后去压制它，而是在情绪产生之前就通过理性的滤镜去审视它。我们需要改变的不是情绪本身，而是我们对事件的判断。如果你认为被侮辱是一件坏事，你自然会愤怒。但如果你能像马可·奥勒留那样意识到伤害你的不是别人的行为，而是你对这些行为的看法，那么愤怒就失去了燃料，宁静自然会降临。在这个影片中，
我们将要进行一场外科手术般的观念切除。我们要切除那个让你软弱的平静幻想，植入真正的斯多葛钢铁核心。我们不再寻求那种像药物一样麻痹神经的心之宁静，而是要追求一种源自于强大灵魂的秩序感。这条路并不好走，它要求你放弃受害者的心态，要求你承担起对自己情绪的全部责任。你可能会发现，真正的斯多葛主义比你想象的要严厉得多，但也正是因为这种严厉，它才能给予你真实世界中无坚不摧的力量。试想一下，如果你的内心就像一座坚固的城堡，外界的赞美像微风一样吹过，外界的诽谤像石子一样被弹开，你的价值不再取决于他人的眼光，你的情绪不再受制于天气的好坏或股市的涨跌。这不是因为你不在乎，而是因为你更在乎那些真正重要的事情。你的品格，你的选择，你的理性。这种状态下的宁静不是死水一潭，而是像高速旋转的陀螺，虽然外部看起来静止不动，但内部却蕴含着巨大的动能和极致的平衡。这才是我们要追求的境界。准备好了吗？我们将深入探讨古代哲学中最容易被误解的概念。请忘记你在流行心理学书籍上看到的那些肤浅建议，忘记那些教你如何深呼吸来逃避现实的鸡汤。今天是关于重建灵魂秩序的一课，我们将不仅仅是讨论理论，更会提供具体的操作工具，让你在下一次面对生活重击时，不再是崩溃和焦虑，而是能嘴角上扬，平静地说一声，这正是我练习的机会。让我们开始这场从脆弱到反脆弱的转变之旅。我们必须首先厘清一个持续了2000年的巨大误会：心之宁静实际上是伊壁鸠鲁学派的最高追求，而非斯多葛学派的终极目标。伊壁鸠鲁学派认为快乐就是没有痛苦，因此他们主张远离政治，隐居园林，过着一种低风险的生活来维持心灵的平静。然而，斯多葛主义者从不畏惧风险，也不逃避痛苦。斯多葛学派的目标是幸福、繁荣，这是一种通过实践美德、履行人类职责而达成的卓越状态。如果宁静随之而来，那是好事；但如果命运要求我们在混乱和痛苦中战斗，斯多葛主义者也会毫不犹豫地牺牲宁静，去拥抱责任。因此，我们追求的不应该是脆弱的心之宁静，而是强大的不动心。在现代语境中，不动心意味着冷漠和缺乏热情，这是一个可怕的翻译错误。古希腊语中的不动心指的是免于错误激情的奴役。斯多葛学派认为，恐惧、贪婪、嫉妒和过度的悲伤都是灵魂的疾病，是理性的崩溃。一个拥有不动心的人，并不是像石头一样没有感觉，而是拥有强大的精神免疫系统。他依然会感受到生理上的疼痛或自然的惊吓，但他的核心理性不会被这些感受绑架，他能够迅速恢复平衡，继续做正确的事。这种区别至关重要。追求心之宁静的人会在遇到塞车时祈祷交通顺畅，因为他依赖环境的舒适来维持心情；而追求不动心的人则会利用塞车的时间来练习耐心，因为他的平静来自于内部的自律，而非外部的顺遂。前者是环境的奴隶，后者是自己的主人。当你不再执着于感觉良好，而是执着于做的正确时，你反而会获得一种更深层、更持久的满足感。这不是那种喝了酒后的飘飘然，而是一种战士在擦亮盔甲时感受到的自信与踏实。这才是斯多葛主义承诺给予我们的真实回报。那么，我们该如何构建这种钢铁般的不动心呢？这就需要用到斯多葛哲学中最基础也最强大的手术刀——控制二分法。艾比克泰德在手册的开篇就直言不讳地说，有些事情取决于我们，有些事情不取决于我们。这听起来像是老生常谈，但 99% 的人每天都在违反这个原则。我们把大量的精力浪费在试图控制天气、股市、别人的看法、过去的错误以及未来的结果上，这些东西本质上都不属于我们的控制范围。当你试图控制不可控制物时，焦虑就是必然的惩罚。当你把幸福寄托在你无法掌握的事物上时，你就是自愿成为了命运的人质。让我们深入剖析这个概念。真正完全取决于我们的只有3样东西：
我们的判断、我们的意图和我们的行动。除此之外的一切，你的名声、财富、健康，甚至你爱人的生命，都在命运的管辖范围内。这听起来很残酷，但这也是一种极致的解脱。一旦你真正划清了这条界限，你就卸下了肩上数吨重的包袱。你不再需要为别人的无理而负责，因为那不是你能控制的。你只需要为如何回应无理负责。这种视角的转变，能让你瞬间从无助的受害者变成强大的行动者。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一点，斯多葛学派经常使用弓箭手的比喻。想象一个奥运射箭运动员，他做了所有的准备工作，调整呼吸，检查弓弦，瞄准靶心，稳定姿势，直到箭矢离开弓弦的那一刻，一切都在他的控制之中。然而，一旦箭射出去，风向可能会变，靶子可能会移动，甚至箭可能会在空中断裂。这时，箭是否射中红心就不再取决于他了。如果这个弓箭手把射中红心当作成功，他在箭离弦的那一刻就会陷入极度的焦虑。但如果他把完美的射出这一箭当作成功，那么无论结果如何，他在箭离弦的那一刻就已经胜利了。这就是斯多葛式的内在化目标。我们大多数人的痛苦源于我们设定了错误的目标。我们想要升职，但升职取决于老板；我们想要被爱，但被爱取决于他人。斯多葛主义者会重写这些目标：我不求升职，我求成为一个值得升职的优秀员工；我不求被爱，我求成为一个充满爱与美德的人。当你把目标从外部结果转移到内部努力时，你就变得不可战胜了，因为没有任何人、任何意外、任何灾难可以阻止你尽力而为。你夺回了定义成败的权利，这就是不动心的基石。然而，理解理论很容易，实践起来却异常困难。当你被解雇时，你的本能反应是恐惧和愤怒。这时，你需要立即启动控制二分法的程序，问自己：这件事发生了，这是外部事件，我能控制它吗？不能。我能控制什么？我的下一步行动。这不是压抑情绪，而是引导情绪。你把原本用于抱怨和恐惧的能量，转化为更新简历、联系人脉和提升技能的动力。你在混乱中建立秩序，你不再看着关闭的门哭泣，而是转身去寻找窗户。这种务实的态度比任何空洞的正能量都要强大。我们常常被如果就好了这种思维毒害。如果我有更多钱就好了，如果他不离开我就好了。这种思维模式是通往地狱的直通车。艾比克泰德提醒我们，不要希望事情照你的愿望发生，而要希望事情照它实际发生的那样发生，这样你就会过得顺利。这并不是消极认命，而是对现实的绝对尊重。当你停止与现实争辩，你就能节省下巨大的心理能量，用于改变那些你真正能改变的事情。接受现实是行动的前提，否则你只是在与幻影搏斗。控制二分法还有一个更深层的应用，对声誉的免疫。现代社交媒体加剧了我们对他人评价的依赖。我们发一张照片，焦虑地等待点赞。斯多葛主义者会告诉你，别人的赞美或批评本质上只是他们大脑中的神经活动和嘴里的空气震动，这与你无关。马可·奥勒留曾自问，一块绿宝石如果没有人赞美它，它的品质会变差吗？当然不会。你的价值是内在的，不取决于外在的掌声。当你切断了对外界认可的渴望，你就切断了焦虑的主要供血动脉。这种精神上的断舍离比扔掉家里的杂物更重要。我们要扔掉的是对未来的控制欲，是对过去的悔恨，是对他人看法的依赖。当你清理掉这些心灵垃圾后，留下的空间就会被一种清晰、冷静的力量所填满。这不是像死水一样的心之宁静，而是像激光一样聚焦的不动心。你变得极度专注于当下，专注于你能做的事。在这种专注中，你会找到一种即使在战火纷飞中也能保持的动态平衡。但要小心，初学者往往会把不关心、不可控制事变成不负责任。如果你搞砸了一个项目，你不能耸耸肩说这不在我控制范围内来推卸责任。你必须诚实地审视你在准备阶段是否尽了全力，你的判断是否准确。斯多葛主义是严格的自我问责制，我们对结果放手，正是为了对过程更加严苛。我们不为打翻的牛奶哭泣，
但我们必须学会下次如何更稳地拿着杯子。这种区别是区分智者与懦夫的关键。现在，请检视一下你现在最大的烦恼，把它写下来，然后用2分法的手术刀将其解剖。这个烦恼中哪些部分是你完全无法控制的，请把它们划掉，告诉自己，这对我来说无所谓。然后看看剩下的部分，那些属于你行动范畴的部分，这就是你的战场，这就是你的使命。你会发现，原本压得你喘不过气的巨石被切去了一大半的重量，剩下的重量虽然还在，但那是你能够扛起并且必须扛起的重量。我们正在构建一个强大的心理操作系统，控制2分法是这个系统的防毒软体，它拦截了所有外部的病毒不可控之事，保护了核心处理器理性，但仅有防御是不够的。我们还需要面对更可怕的敌人——时间与无常。在接下来的章节中，我们将探讨如何利用斯多葛学派更高级的工具，将恐惧转化为感激，将失去转化为珍惜。我们将学习如何直视深渊而不眨眼。准备好进入更深层次的修炼了吗？我们已经学会了如何区分敌我，现在我们要学习如何在战壕中生存。这需要勇气，需要你直面那些你最不愿意面对的念头。但请相信，穿过这片黑暗森林后，你将看到前所未有的光明。我们已经学会了如何区分控制权，建立了心理防线。但斯多葛学派的智慧不止于防守，更在于主动出击。我们接下来要介绍的工具可能会让习惯了正向思考的现代人感到不适，但它却是治疗焦虑最强效的疫苗。这就是预演不幸。现代励志书籍告诉你，每天早上对住镜子说你会成功，宇宙就会给你回应。斯多葛主义者却说，每天早上醒来，告诉自己你可能会遇到背叛、羞辱、失败，甚至死亡。这听起来像是悲观主义者的自虐，但实际上，这是通往无畏境界的唯一途径。盲目的乐观是脆弱的玻璃，一击即碎。而斯多葛式的现实主义则是经过火淬的钢铁。为什么我们需要想象最坏的情况？因为正如塞内卡所言，意料之外的打击最为沉重。当灾难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降临时，恐慌会放大痛苦。如果你只期待阳光，那么一场小雨就会毁了你的一天。但如果你已经在脑海中演练过暴风雨的场景，并准备好了语句，那么当暴风雨真的来临时，你只会平静地说，这一刻我早已预见。预演不幸并不是让你整天生活在恐惧中，而是让你提前剥去灾难那层恐怖的外衣，看清它的本质。恐惧往往源于未知。当你在脑海中反复审视那个最坏的结果，你会惊讶地发现，它虽然令人不悦，但绝非无法承受。让我们把这个概念应用到现代生活中。你是否整天担心失去工作？这种潜在的焦虑像背景噪音一样消耗着你的能量。现在试着直面它，闭上眼睛，想象老板把你叫进办公室，递给你解雇信，想象你收拾东西离开，想象你的存款在减少，然后问自己，这会杀死我吗？不会。我还能生存吗？能。我有手有脚有大脑，我可以找新工作，甚至可以藉此机会转换跑道。当你把恐惧具象化并拆解后，那个模糊的怪兽就变成了一个具体的可解决问题。你不再是那个害怕敲门声的受害者，而是一个制定了应急预案的指挥官。这种练习还有一个意想不到的副作用，它能瞬间治愈我们的享乐适应。人类有一种可悲的倾向，我们会迅速对拥有的美好习以为常，新买的手机、健康的身体、身边的爱人。时间一久，我们就觉得这一切理所当然，甚至开始挑剔不满。预演不幸是打破这种麻木的锤子。试着想象一下，如果明天你失去了视力，你的生活会变成什么样？然后睁开眼睛，你会发现能看到蓝天白云是多么巨大的奇迹。斯多葛主义教导我们，只有当你意识到这一切随时可能被收回时，你才会真正懂得珍惜。艾比克泰德曾经给出过一个极具挑战性的建议：当你亲吻你的孩子或爱人时，在心里默默告诉自己，他们是凡人，也许明天就不在了。这听起来冷酷无情，
甚至有些病态。但请仔细体会其中的深意，这不是让你对他们冷漠，恰恰相反，这是让你把每一次拥抱都当作最后一次来对待。当你意识到相聚的时光是有限的借贷，而非无限的资产时，你还会为了鸡毛蒜皮的小事和他们争吵吗？你还会在那里滑手机而忽视他们的眼神吗？这种死亡的阴影反而让爱的色彩变得前所未有的鲜艳。这种思维方式就像是给灵魂接种疫苗，疫苗是将微量的病毒注入体内，让免疫系统学会识别并产生抗体。同样的，我们在安全的环境中主动将少量的心理病毒失败、痛苦注入意识。当真正的病毒在现实生活中袭来时，我们的心理免疫系统已经准备就绪，不会引发致命的细胞因子风暴崩溃。那些从未思考过不幸的人是在裸奔进入战场，而斯多葛主义者则是穿着全套盔甲。我们不是在召唤厄运，我们是在剥夺厄运伤害我们的能力。除了精神上的演练，斯多葛学派还提倡身体上的演练，即自愿受苦。塞内卡建议我们每个月抽出几天，穿粗糙的衣服，吃最简单的食物，体验贫穷的生活。这不是苦行僧式的自我折磨，这是一种贫穷演习。如果你亲身体验过，发现睡在地板上，吃着钱面包并不可怕，那么你就拥有了这个世界上最宝贵的自由，免于对贫穷的恐惧。当你的幸福底线被压得足够低，你就很难被命运勒索。财富可以是锦上添花，但绝不是你快乐的必要条件。你成为了一个无法被收买，也无法被威胁的人。在这个物质过剩的时代，我们变得前所未有的脆弱。断网1小时，我们就焦躁不安；空调坏了，我们就无法思考。我们把舒适当做了权利，把不便当做了侵犯。斯多葛主义者主动放弃舒适，以此来锻炼意志的肌肉。你可以试着洗冷水澡，试着禁食1天，试着不看手机度过周末。这是在告诉你的身体，即使没有这些多巴胺的刺激，我依然能掌控局面。这种自信不是靠喊口号得来的，而是通过一次次战胜本能冲动积累起来的。你是身体的主人，而不是欲望的奴隶。当我们将控制2分法与预演不幸结合起来时，我们就得到了一种强大的化学反应。我们尽力做最好的准备，同时情感上接受最坏的结果。这创造了一种矛盾但迷人的气质，既极度努力又极度超脱。这就是在商业谈判中，在竞技场上，在高压手术室里那些顶尖高手所展现出的状态。他们不赌博，因为他们已经算清了所有的底牌。他们之所以冷静，不是因为他们确信事情会顺利，而是因为他们确信即使事情不顺利，他们依然能挺过去。这种心态将引领我们走向斯多葛哲学中最崇高的概念——爱命运。尼采虽然不是斯多葛学派，但他完美地总结了这一精神。不仅要忍受必然发生的事，不仅要掩饰它，更要爱它。当灾难发生时，平庸的人会问：为什么是我？斯多葛主义者会说：这正是为我准备的。如果你失去了工作，这不是结局，这是一个创业的机会，或者是陪伴家人的机会，或者是磨练意志的机会，这不是阿 Q 精神，这是一种将绊脚石转化为垫脚石的炼金术。想象一堆熊熊燃烧的烈火，如果你往里面扔一块木头，火会变小吗？不会，火会吞噬木头，燃烧得更旺。马可·奥勒留说，阻碍行动的事物会推动行动，挡在路上的东西会成为路的一部分。这就是我们追求的终极心态。我们不需要祈求生活一帆风顺，我们只需要让自己成为那团烈火。无论命运扔给我们什么，是钱财还是湿布，是垃圾还是珍宝，我们都能将其转化为光和热。在这个维度上，已经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真正伤害到你了，因为所有的伤害都变成了燃料。现代人常常觉得这种哲学太过严苛，缺乏人情味儿，但请环顾四周，看看那些被焦虑折磨的夜不能寐的人，看看那些因为一次失恋就想轻生的人，看看那些为了名利出卖灵魂的人，哪一种才是真正的残酷？斯多葛主义的严苛是对人性最大的慈悲，他试图把你从那个脆弱、依赖、恐惧的躯壳中拉出来，让你站直了，直视太阳。
他不承诺给你玫瑰园，但他承诺给你一双在荆棘中行走也不会流血的铁鞋。现在你已经掌握了防御的盾牌，控制二分法和进攻的长矛预演不幸。你的武器库已经充实，你的心智已经升级，但这一切还只是停留在认知层面。哲学不是用来讨论的，是用来活的。在最后的章节中，我们将要把视角拉高，从宇宙的维度来审视我们渺小的人生，并给出最后的行动指令。这将是整合所有力量的时刻，准备好完成这场蜕变了吗？让我们一起登上山顶，俯瞰这场人生的游戏。当我们还困在日常琐事的泥潭中无法自拔时，斯多葛学派提供了一个能够瞬间将我们抽离出来的视角，那就是柏拉图式的俯瞰。请试着闭上眼睛，想象你的意识脱离了身体，向上升起，穿过屋顶，越过云层，直到你漂浮在地球的轨道上。往下看，那个刚才让你暴跳如雷的办公室，现在甚至连一粒灰尘都算不上。那个你认为不可一世的竞争对手，不过是一群忙碌蚂蚁中的一只。在这个宏大的宇宙尺度下，我们的焦虑、愤怒和欲望显得如此渺小和荒谬。这不是为了贬低生命的价值，而是为了粉碎我们那膨胀的自我中心主义。正是这种自我中心，让我们误以为自己的烦恼是世界的中心。马可·奥勒留经常进行这种思维练习，他提醒自己看清事物的短暂性。想想历史上那些伟大的帝国，那些不可一世的暴君，那些曾经为了边界线而血流成河的战争，如今都在时间的长河中化为乌有。正如他所说，亚历山大大帝和他的马夫死后都去了同一个地方。这种宏观的视角是一种强效的镇静剂。当你意识到你所纠结的大事在宇宙的历史中连一个标点符号都算不上时，一种真正的深沉的宁静就会油然而生。你不再为了微不足道的得失而消耗生命，你开始关注那些真正能够穿越时间的东西，你的品格和你对人类整体的贡献。这种视角的转换将我们带到了斯多葛哲学中最严肃也最充满力量的主题——死亡。现代文化极力回避死亡，将其视为禁忌和失败，但斯多葛主义者将骷髅放在桌上，这不是病态的迷恋，而是对生命最热烈的拥抱。塞内卡说得好，我们不是生命短暂，而是我们浪费了太多时间。我们总是像拥有无限时间的百万富翁一样挥霍光阴，把快乐寄托在退休后，把美德留给明天。但死亡时刻提醒我们，你没有无限的额度，你的生命就像一个漏斗，沙子正在不断流失，你无法停止它，你只能决定如何利用剩下的沙子。勿以虚度此生未耻，而应以未曾活过畏惧。当你真正理解了你随时可能离开这个事实，拖延症就会瞬间治愈。你不敢再把这一天过得浑浑噩噩，因为这可能是你的最后一天。你不敢再带着仇恨入睡，因为你可能没有醒来和解的机会。死亡是一把锋利的剪刀，它剪去了生活中所有不必要的废话、虚荣和犹豫。它迫使你变得真实，迫使你聚焦于当下。在死亡的背景板下，生活的优先级变得无比清晰。这不是让人恐慌，而是让人清醒。这不是悲观，这是极致的实用主义。所以，回到我们最初的问题，斯多葛主义追求的是平静吗？是的，但绝不是那种逃避世事的平静。我们追求的不是一潭死水，而是深海的洋流，表面可能波涛汹涌，深处却坚定有力。这种宁静不是通过躲在舒适区里获得的，而是通过在战场上履行职责，在困境中坚持原则，在诱惑面前保持自律而赢得的。它是战士在激战间隙擦拭剑锋时的专注，是医生在抢救病人时的冷静。这种平静是有代价的，它需要你放弃做一个任性的孩子，成长为一个负责的成年人。我们今天讨论的心之宁静，如果理解为伊壁鸠鲁式的无痛之乐，那是斯多葛学派所鄙视的软弱；但如果理解为灵魂的有序与和谐，那就是我们毕生的追求。不要再试图消除所有的负面情绪，那是死人才有的状态。你要做的是，当恐惧来临时，看着他的眼睛，用理性的光芒将其瓦解；当愤怒升起时，按暂停键，用同理心将其转化。
这是一场永无止境的内在战争，但这场战争的奖励是无价的。一个任何暴君都无法征服，任何灾难都无法摧毁的自由灵魂。这条路并不好走，你周围的人会继续抱怨天气，继续在社交媒体上寻求认可，继续为了鸡毛蒜皮的小事互相伤害。你会感到孤独，因为你正在逆流而上。但请记住，你并不孤单。从古罗马的皇帝到被流放的奴隶，再到二战集中营里的幸存者，无数伟大的灵魂都走在这条路上。你正在继承一种高贵的传统，你正在成为理性共同体的一员。你的每一次忍耐，每一次正确的选择，都是在为这个混乱的世界增添一份秩序。这不仅仅是为了你自己，也是为了全人类。不要以为看完了这个影片，你就已经掌握了斯多葛主义。这只是地图，不是疆土。知识如果不能转化为肌肉记忆，就是精神上的脂肪。从今天开始，我要求你进行一项微小的实践，每天晚上睡前花5分钟写下你的哲学日记，回顾你的一天，在哪个时刻你失去了冷静，在哪个时刻你屈服于诱惑，在哪个时刻你做得很好。不要自我批判，要像一个科学家观察实验数据一样客观。这种反思是灵魂的洗澡水，它能洗去一天的尘埃，让你在第二天醒来时更加锐利。我们生活在一个贩卖焦虑的时代，每个人都想把手伸进你的口袋，或者把恐惧植入你的大脑。斯多葛哲学是你最后的堡垒，它告诉你，你不需要更多的东西来获得幸福，你需要的东西早已在你的内心。你拥有理性，你拥有选择的自由，你拥有将障碍转化为道路的能力。外部世界可以拿走你的财产，毁掉你的名声，甚至摧毁你的身体，但只要你守住了那颗主导之心，就没有人能触及你的灵魂。现在，我想给你一个最后的挑战，不要只是点个赞，然后滑向下一个娱乐影片。请在评论区写下爱命运，这不仅仅是一个拉丁短语，这是一份契约。当你写下这2个字时，你是在向自己承诺，无论明天发生什么，我都将张开双臂拥抱它。我不仅接受我的命运，我更热爱我的命运，因为这就是我的剧本，而我将演好我的角色。真正的斯多葛主义者不是那些在图书馆里高谈阔论的人，而是那些在生活重击下依然能站起来微笑的人。你想要真正的宁静吗？那就别去寻找避风港，去造一艘永不沉没的船吧。在这场人生的航行中，愿理性成为你的舵手，愿美德成为你的北极星。我们的旅程才刚刚开始，前方还有无数的风暴等待着我们去征服。但现在我们已经不再恐惧，因为我们知道风暴无法摧毁那些本身就是风暴的人。抬起头，深呼吸，去迎接你的命运吧。如果你准备好了加入这场灵魂的革命，请订阅这个频道，我们将一起一步一个脚印地走向那个不可动摇的自己。下个影片见。